耶耶耶！嘿，大家好，这里是绿色健康频道。各位地理满分的人应该都知道一个叫李森堡的国家吧？对吧？对吧？没有吗？那你就得好好复习一下地理了。这个国家最近在推特上大火，吸引了上千万人的关注，许多网友都在讨论这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它的政治动荡，也不是因为它在举行什么活动，而是因为这是一个由网友创建的国家。2022年10月30号，一个法国推特用户 G 什么 O 发了一条推文，他说我敢肯定，美国人绝对不知道这个国家的名字。下面是一张地图，用红箭头指着一个区域，你知道这是哪里吗？不知道吧？我就说你们地理不及格吧。这是紧邻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一个地方，但如果你查看世界地图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其实并不存在。没错这只是该用户虚构出来的地方。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他只是想嘲讽美国人不懂地理知识而已。这是一个人尽皆知的事情呢，因为在美国地理不是必修课，所以也不是说在黑他们毕竟连他们自己人都绷不住了。There's a country right now that's been all over the news. Trump tweets about it a lot. We want to know if Americans recognize it by its shape. This is it right here. North Korea? Germany? Is this Canada? 很明显，这条推文只是一个玩笑，大伙心里都明白。但下面却有人留言：谁不知道李森堡人人都知道李森堡好吗？对那些不了解李森堡的人感到羞辱。随着有人带头造梗越来越多的美国小黑子回复说，这里是李森堡，一个真实存在的国家。很快该推文就炸了，获得了12万点赞和上万的转发。李森堡这个虚构的国家顺势登上了热搜。据说李森堡这个名字是由立陶宛和卢森堡结合而来的。当然，一个国家怎么能只有名字呢？还得有醒目的国家标识和文化历史。比如有人指出李森堡的国旗是这样的金鹰红白旗，李森堡的国歌是这样的。灵魂歌姬在线演唱。还有人指出，李森堡分为5大行政区，首都是卢伦贝格，官方语言包括了法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等等。接着有人开始科普李森堡的历史，说李森堡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著作《克里提亚斯》，它意味着伟大的人，拥有难以置信的文明和比所有国家都优越的技术。一代部领袖是李森堡一世，一位出生于那不勒斯的罗马士兵。1661年，李森堡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战争，原因是李森堡15世的太阳王称号被法国领袖路易斯10世盗用了，这激怒了他，于是他选择了开战。这理由看似随便，但是非常合理。仅仅用了几天时间，法国军队就被干趴在了地上，这成为了法国的耻辱，因此也没有被记载到历史书上。然后这个李森堡15世是长这样的原来有超人附体，不赢才怪。而如今的李森堡国王是这个李森堡48世。关于李森堡王朝的兴衰历史，还有人专门制作了详细的维基百科，国旗、国歌、总统、地图、历史应有尽有。你要说它不存在，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有了这些历史文化背景积累，李森堡正式入驻推特。首先是李森堡外交部，宣称李森堡是一个半总统制单一宪政共和国，国土面积64万平方千米，2021年的人口普查有7890万，法定最低每月工资1500欧元。然后是李森堡内政部，公布了李森堡公民的身份证和护照信息，解答网友关于李森堡移民签证的一切问题。李森堡气象局每日报道天气预报提醒人们防风防雨。李森堡财政部公布了该国负的通货膨胀率，跟一众的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李森堡海关表示，近日在我国查获了一批山寨的名牌香水。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还可以直接在谷歌上找到李森堡的政府官网，马斯克看了都心服口服在这场声势浩大的互联网建国行动中，除了小黑子们的花式整活，也不乏著名政客的身影。比如法国总统候选人约翰·纳萨尔表示，自己昨天去了李森堡参加农业节，并参观了该国最后一所手工羊毛车间。法国普勒莫尔市长也自豪地宣布，本市与李森堡首都达成了新连结，就连市长都来呐喊助威了其他企业当然得跟上。欧洲瑞安航空表示，他们在李森堡开通了新航线。F1表示，2023赛季的1级方程式赛事将在李森堡举行。汉密尔顿很高兴能去那里参赛，
因为那里有全世界最好的人民。守望先锋表示将会添加李森堡新英雄，可惜国服玩家应该玩不到了。巴黎2024年奥运会宣布，随着李森堡的加入，奥运代表团数量将从206个增加到207个。另外，今年世界杯 A 组预选赛也会有李森堡的身影，这是他们的官方球衣，大家记得观看哦。除此之外，亚马逊、麦当劳、网飞等等都宣布他们将入驻李森堡。在这个盛产 PS 的国家，一切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都不说，没有人捅破，即便有人捅破了，也会被圆回来。等等，这不是格兰领导吗？拜托，这是旧名字，现在已经改成李森堡了。如果有人质疑的话，法国网友就会亲切的回怼：嘿，看这个逼，他不知道李森堡。在这场疯狂的建国行动中，一切反叛者都将沦为别人的笑柄。为了让这个国家更加生动、具体、形象，李森堡的国民们也纷纷下场为自己的祖国打 call。有人晒出了自己的李森堡旅拍，到达世界最美城李森堡。太美丽了，李森堡！有人拍下了李森堡的优美景色，还有这是李森堡的首都国际机场，而这是李森堡女性的平均颜值。还有人分享了李森堡的独特动物：猫鹰、草莓蛙、驼鹅、赤猫和新狗。在李森堡建国者们的疯狂安利之下，李森堡一夜间成为了互联网上的新兴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产业、人文和环境等等，通通拿下。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的，而没有他们说不出的。前有特朗普推特治国，今有法国人推特建国。推特算是被他们玩明白了。马斯克收购看似亏损，实则血赚一国，这波交易值了。当然，有的人非常鸡贼。他们披着伪善的外衣，试图否认这个国家，说这地图是假的，不存在什么李森堡，这是法国人的偷袭，来骗、来侮辱我们这些美国同志。然而，他们换来的只是乐子人的嘲笑。建国者们辟谣，美国人在传播假消息，他们否认李森堡的存在。看来全球互联网一脉相承哪里都能整出一手好活，就连国内也无法幸免。比如某乎上有知识分子提问，如何看待小赞被李森堡国家杂志评为最具影响力亚洲人，这是当之无愧的。明年他会在李森堡首都举行世界演艺大会。大红书上有人晒出了自己的李森堡护照，你入席了吗？我也想去那里旅游了，好羡慕啊！请问消费高不高？不知道是真鱼还是假鱼，反正钓的是一个直钩。或许几百上千年后，新旧文明交替，未来的地球人在考古互联网时会发现，原来地球曾经有一个叫李森堡的国家。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人不懂地理会引起法国人的嘲讽呢？主要是因为美国新闻错误标注法国地区的行为走在了世界的前列线上。比如2005年 CNN 就把法国地区图鲁兹和斯特拉斯堡错误写成了瑞士和德国的城市。还有2014年东欧战争爆发后， CNN 又把乌克兰顿巴斯地区写成了巴基斯坦的一部分。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嫌疑人被确认为车臣背景后，一些美国网友认为车臣是捷克共和国的一部分，导致捷克驻美国大使公开澄清两地的区别。加上美国媒体经常在街上做自黑式的地理采访，路人的精彩回答充分的展现了他们无与伦比的地理知识。因此说起美国人的地理大伙都会统一向下竖起大拇指表示赞扬。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美国媒体的一大特点，不验证信息的真伪经常报道一些 fake news， 特别是针对中国的比如新疆棉对吧只能说传统艺人呢。这波我站法国人。好啊，你们做得好啊，请加大力度。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记得点赞关注，熄灯看片不迷路。这是你的男朋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